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孩子常常唱反调，让你愤怒到发抖，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让我来说说一个家庭里常见的场景，也许你会觉得似曾相识。妈妈刚下班，回到家超市买的晚餐时，才都还没放下，就看见客厅像被轰炸过的战场。小恩，你又把玩具丢得到处都是了。妈妈的声音里带着一整天累积的疲惫和无奈。小恩呢？他只是扁扁嘴，眼神闪躲，假装没听见。手里的小汽车依然嘟嘟嘟地在地板上奔驰。妈妈叹了一口气，弯下腰准备收拾这片混乱。小恩却突然大叫：不要碰我的东西！那声音尖锐的像针扎进妈妈的心。妈妈愣在那里，手悬在半空中，最后只能默默起身，默默走开。再晚一点，妈妈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向厨房。今天的晚餐还没开始备料，明天的便当还没准备。她刚拿起菜刀，客厅就传来震天响的音乐声。小恩在客厅又蹦又跳，电视音量开到最大，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震醒。小恩，小声一点，妈妈在忙。妈妈探出头，声音里带着近乎崩溃的恳求。但小恩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唱得更大声，甚至把遥控器往沙发一丢，发出啪的一声。那一刻，妈妈感觉自己的耐心彻底断线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写功课的时间，我不会啦，好难，妈妈你帮我写。她的声音拖得长长的，充满了无助。妈妈坐在她身边，一笔一画地教她，但小恩就是装傻，一副我什么都不会的样子，眼神空洞，手握着笔却不动。妈妈教一遍，她忘一遍；妈妈教2遍，她还是说不会。妈妈的心情从耐心慢慢变成焦躁，最后变成绝望。她在心里不禁问自己，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永远都教不好？是不是我这个妈妈当得很失败？欢迎来到沙地心智心理学读书会。今天要来用阿德勒学派的视角，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力。听完刚刚的场景，我们先来深吸一口气。我们来谈谈一个理解心理动力的观点。阿德勒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，目标论。阿德勒认为，人不是被过去的伤痛所束缚，而是被对未来的渴望所驱动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行为都有它的目的，这个目的是孩子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以及他想要在这个家庭，在这个世界里找到什么样的位置。孩子的吵闹不是无理取闹，孩子的退缩不是天生懦弱，孩子的攻击不是本性邪恶，其实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朝向归属与价值的努力，只是方式错了。阿德勒学派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，人类内在最强烈的动力来自于一种原始的渴望，那就是弥补内心的不足感，以及追求与他人的深层连结。每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小的声音在呼喊，我想被爱，我想被需要，我想感觉自己是重要的，我想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。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正向满足，孩子就会发展出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4种错误目标。这不是孩子的错，这是他们用自己有限的智慧想出来的求生方式。阿德勒学派的心理学家德瑞克斯提出孩子的4种错误目标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4种心理动力以及可能应对的方式，一起看见孩子行为背后的本质。首先，第一种，寻求注意。孩子内心深处的声音是：我希望被看见、被爱、被在乎。我害怕被忽视，害怕被遗忘。但当孩子误以为只有被注意才证明我有价值时，他就会用尽各种方法来吸引大人的目光，哭闹、唱歌、打断谈话、故意捣蛋，甚至生病、受伤，都可能成为孩子的策略。身为大人的我们可以如何回应？第一步，不强化错误行为。当孩子哭闹时，不要立刻妥协，因为每一次的妥协都在告诉他，对，这样做有效。第二步，提供正向注意。在孩子安静、合作、努力的时候，主动走过去，蹲下来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说，我看到你很认真在画画，这些颜色搭配得真好。第三步，创造让孩子贡献的机会。安排一些小任务让他参与，帮忙排椅子、整理铅笔盒、喂宠物、浇花，让他感受到，我能帮上忙，我是这个家重要的一份子。当孩子在合作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，他就不需要用捣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接下来第二种错误目标的行为是寻求权利。这时孩子内心深处的声音是，我要有选择权，我不想被命令。
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不是你的附属品。这样的孩子会对抗、固执、挑战规则，因为他害怕被控制，害怕失去自主性。对付这种行为，如果我们硬碰硬，只会让孩子更想赢，更想证明你管不了我。那该如何回应？第一步是给选择，而不是命令。不要说现在立刻去写功课，而是说你想先写国语还是数学？你要现在开始，还是在玩10分钟后开始？让孩子感受到他在这件事情上有决定权。第二步，让孩子有参与感，邀请他一起定规则。你觉得收玩具这件事，我们要怎么安排比较公平？睡觉时间你希望是几点？我们来讨论看看。当规则是孩子参与制定的，他会更愿意遵守。第三步，建立合作任务。意思是不是你命令他做事，而是你们一起完成某件事。我们一起来把客厅整理干净，你负责玩具，我负责书籍。让孩子在有结构的环境中体验到主动参与，比被强迫更有力量。改变权力斗争的前提是我们不做掌控者，而是成为合作的引导者。接下来第三种错误的目标行为，报复。孩子内心深处的声音是：我受伤了，我要让你也感受一下这种痛。我感觉被忽视、被羞辱、被不公平对待。既然你伤害了我，我也要反击。所以他用破坏东西，说尖锐的话，甚至用暴力来表达他内心的愤怒和伤痛。这个阶段的孩子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，我们该如何回应？第一步，首先要修复，而不是惩罚。不要说你怎么可以这样，而是说我看到你很生气，是不是觉得我不懂你？刚才发生的事情让你感觉受伤了吗？承认孩子的感受是修复关系的第一步。再来是第二步，身为大人的我们可以主动示弱与道歉，在适当的时机坦白自己的感受。刚才妈妈语气太重了，我想我让你感到受伤了，对不起，我应该先了解你的想法。让孩子知道关系是可以修补的，大人也会犯错。最后第三步，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经验，安排一些共好任务，一起照顾植物，一起完成一个艺术作品，一起煮一道菜，让孩子重新体验到我是有贡献的，我是被爱的。这个阶段，大人要展现温柔的力量，让孩子重新相信爱是存在的。最后是第四种错误目标行为，是放弃与无能。这时情况比较严峻，此时孩子内心深处的声音是：我不够好，放弃比继续尝试来的不痛苦。与其努力了还是失败，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试。反正我就是笨，就是不会，你们来帮我就好了。你越鼓励他尝试，他就越说我不会；你越想帮他建立信心，他就越往后退。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保护的机制。那我们该如何回应呢？第一步，可以创造微小成功经验，不要一次给太大的挑战。你先写一个字就好，我陪在你身边。我们一起数到10，你数前5个，我数后5个，让每一个小小的尝试都能成功。接着第二步，拆解大任务成小任务，不要为孩子代劳，不要因为心疼就帮孩子做完所有事情，而是把大任务拆解成小步骤。我们先准备铅笔和橡皮擦，这样就完成第一步了。给孩子时间和空间去尝试。再来第三步，专注于过程，不评论结果。不要说写得真好或写得不对，而是说我看到你今天主动拿起笔了，这是一个勇敢的开始。我注意到你很专心在思考，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。这样的孩子需要时间与信任，来慢慢恢复对自己的信心。最后想说的是，身为大人要有心理准备，改变是一场很慢很慢的革命，也许会感到挫折，但我们都理解亲职教育很辛苦，但它也不是一门立竿见影的技术，它不是按下开关孩子就会立刻变乖的魔法，它是一段长时间的温柔陪伴，是一次次的耐心等待，是一遍遍的重新开始。当我们开始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真正需求，当我们选择用同理心取代批评，用鼓励取代指责，用陪伴取代控制，孩子才会慢慢愿意放下他们的错误目标，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对世界说：我想被爱，我想被需要，我想感觉自己是重要的。最后，我想对身为父母或是孩子的照顾者的你说声辛苦了。每当你感到挫折、生气、无力的时候，请记住，你的孩子不是故意要气你，他只是用他有限的智慧求救。他在说：
我需要你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。我想要变好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做。我害怕被你放弃，但我不知道如何靠近。每一个孩子的行为背后，都有一个尚未说出口的故事。阿德勒学派提醒我们，不要只看行为，要看行为背后的目的。德瑞克斯告诉我们，不要只想制止，要学着理解。理解是改变的第一步。陪伴是一条需要勇气的长路，但这条路上的每一个脚印，都在告诉孩子，你是被爱的，你是有价值的，你是值得等待的。虽然我们可能在亲职教育上很辛苦，但毕竟我们是比孩子更成熟的大人。愿我们都能用爱与智慧，走在孩子的身边。负荷不了时，也建议寻求专业的帮助，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孩子人生旅程中那个稳定又温暖的大人。愿我们的耐心成为孩子内心安全感的来源，愿我们的理解成为孩子重新出发的力量，这会成为孩子一生的宝藏。谢谢你的收听，希望你一切都好，更谢谢你愿意付出心力为了孩子，让自己成为更好的大人。如果你喜欢这集沙地心智的心理学分享，想邀请你订阅我们，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再相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